Tony 幫你做功課，統一買下 Lopia， 不只是想賣你和牛，背後的算盤更可怕。統一又出招了他買下 Lopia 台灣事業部的股份，而且是大股2間子公司的。你以為他只是單純想要進入頂級超市嗎？沒那麼簡單，他背後的盤算絕對會讓你大吃一驚嗨，我是電商 Tony 陳，歡迎收看 Tony 幫你做功課系列。這個系列不講大道理，只帶你看精彩的商業案例與八卦。那你也可以思考看看能不能運用在自己的公司能夠增加你的生意，你也不用謝我，永遠記得善待你的員工跟客戶就好。好，那我們就開始吧。我們上一集講了萊爾富怎麼變得那麼厲害，突然變的那這是我們來講統一超入主 Lopia。那這是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統一超商砸20億入股 Lopia， 取得台灣2子公司半數股權。哇，你看。我們前2集才講到家樂福即將消失，統一在急什麼？那我那時候才在說，統一就是要完善它的全通路布局嘛。然後沒想到下一步就是直接入股 Lopia。先說我個人認為在商業上這是一步好棋。那影片看到最後的話，我會解釋說為什麼我會這樣子講。那我們先講重點。好，來先講這篇新聞，內容是這樣：統一超召開董事會。決議通過與日本 OIC 集團展開策略性合作，包括 Lopia 的51%股權意思是他會握有決策權他占大股他說了算以及旗下的食品加工公司的 49% 的股權，合計交易的總金額是日幣 102.7 億元，折合台幣 20.54 億元那這個交易需要取得公平交易委員會的同意，並且預計會在2026年年底就完成交割那官方的說法，你看我框起來的地方，照顧一下 Podcast 的聽眾，我念一下。這位水源仁志先生是目前 Lopia 的總經理。這個八卦你在看，很好笑。那他說現在的 Lopia 的物流體系已經接近極限，並且中央廚房與加工中心的產能也出現超負荷，所以需要找外援合作，並且給台灣的消費者更好的品質與更親民的價格才會做這個決定。這你信嗎？你覺得有可能嗎？今天一個日本企業跑來台灣漂洋過海來賺錢，然後發現說哇東西賣太好，產能跟不上，然後想法居然不是說那我多找些人來提高產能，沒有，他提出的解決方法是那就直接跟大集團合作好了而且直接把決策權拱手讓給別人有錢大家一起賺，但我都聽你統一的。你看你在公司這麼久你出社會那麼久，這個你覺得提出這個方案的人會直接被抓去電，搞什麼東西啊？你幹嘛不叫我公司直接賣掉之類的所以這個就是聽聽就好，它背後會有它商業的考量。那再來你要知道為什麼 Lopia 要跟統一合作我們先講說現在坊間比較常提到第一個優勢就是大舉增加 Lopia 的銷售通路嘛。Lopia 現在銷售的主力是什麼？是生鮮生鮮肉品各種生鮮肉品熟食商品。好，那這類商品最大的問題是什麼？我跟你說，效期極短效期極短，那個短是短上幾個小時，你知道？像我們電商在做生意，我亂講，手機殼好了，請問它效期多久？你就可以放嘛。它做出來的熟食賣不掉報廢，賣不掉報廢呢。對啊所以他今天就算想要從日本大把的把和牛直接給它倒進來，他也辦不到。因為 Lopia 它的據點店面就這麼多而已，能容納的數量就這麼多而已。但是他今天跟統一合作，不要說其他通路光 Seven 就好Seven 現在在台灣有幾個據點，你知道嗎？你猜猜看來82個好，那只要一個點一天賣掉1盒和牛就好。你看這樣一個月可以多賣幾盒和牛？我幫你算好了，248,460盒，差不多25萬盒而且我們還沒討論到說 Lopia 的生鮮肉品直接進 Seven 的中央廚房，然後就可以生出一個聯名便當這種操作，這我亂講聯名便當 Lopia 聯名帝王蟹便當和牛咖喱然後一個微波便當就可以賣到150。你先不要討論這個賣的好不好你就說光這樣子的合作對 Lopia 來說，它可以消耗掉它多少庫存，對不对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想說，甚至未來 Lopia 都不用再打折出清肉品了，他就直接進統一中央廚房，然後變成便當就好了。对啊那第二個優勢，省去擴張的壓力。
就是 Lopia 總經理提出的說法哦，他說他們現在物流作業上來不及，產能跟不上，所以乾脆直接跟統一合作，交給統一處理，他們也省事，穩穩的賺錢就好。OK， 好，那這當然是一個很明確的考量，不然那種自建物流倉儲，而且還要冷鏈的車隊的話，又是可能是過10億的投資。再來，你要知道統一在打什麼主意。好，那在進入討論之前如果你看到這邊覺得還可以的話，記得幫我按個訂閱也歡迎直接加入我的頻道會員讓我有動力做出更多更精彩的影片，同時我也平衡一下那個影片制作成本。好，回到正題，我們接下來就來講說統一在面對這筆交易的時候，他自己是在打什麼算盤。好，那一樣，這個是我自己思考的版本，你可以參考看看。首先第一點，讓全通路布局更加完整。我認為對統一來說入股 Lopia 最重要的戰略意義還是在說全通路布局的完整性因為它現在整個通路布局裡頭比較弱的地方就是百貨商場這個通路。統一手上其實有百貨，你知道嗎？我講的不是什麼 Seven 康是美開在百貨裡面而是它本來就有一個百貨超市了這也是統一的，你知道嗎？你有逛過嗎？這叫 Mia Sabon。Mia Sabon 當初是家樂福開的頂級超市，然後家樂福被統一收購之後，當然順理成章換主人換老闆然後 Mia Sabon 就變成統一的形狀了。好，那我未看先猜你是不是覺得對這間超市沒什麼印象？因為他一直被幹被誰幹 ？Lopia。你看這個新聞標題就好，美麗華 Mia Sabon 熄燈改進駐 Lopia， 總座預告比南港拉拉鋪大，屌吧？我大統一就是這麼樸實無華。打不過你，我就把你買下來，發到12000的金錢攻勢。本來想要大聲斥責的，可是他給的錢實在太多了。你看，連 Lopia 都變統一的形狀了。那為什麼我會說統一買下 Lopia 的股份？這個是一步好棋因為你現在放眼望去，現在的頂級超市除了 Lopia 以外，你真的沒有其他選擇啊。我們盤點一下台灣的頂級超市有哪幾間？頂級超市講的就是客單價很高。那就是比全聯再往上一階然後比專櫃再往下，這樣中間層。來，第一個 City Super 你逛過吧？一定逛過吧？不小心都会走進去的City Super 是誰的？遠東集團引進來的，那你覺得他會賣嗎？第二間 Mia Sabon 剛剛講了，這本來就是統一的，然後被打趴在地上第三間微風超市微風集團的。微風應該也不會賣給統一啦然後看這張圖只剩另外2間，星光三月的美麗市場逛過嗎？跟搜狗超市這2間這直接都是指引，它不會賣給統一啦。所以對統一來說，買下 Lopia 真的就變成它的一個好選擇這樣。然後你看這張表你會覺得說 Lopia 好像不怎樣看起來小小的沒有，那是因為這是2024的表，我幫你更新一下最新的數字。噔噔。你看 Lopia 有沒有強？全台的頂級超市都萎縮了，只有 Lopia 逆勢成長，這樣你就能理解為什麼統一要花錢取得 Lopia 的股份等於說統一能夠變相統治頂級超市這個戰場，因為它的開店數是 Mia Sabon 的16間再加上 Lopia 的11間，總共就變成27間，其他頂級超市品牌加起來是16間呢，怎麼打得贏統一？那你說統一幹嘛不一次就把 Lopia 的股份全部買下來還要這樣不乾不脆的51%，這個就是公平交易委員會那邊會反對再來是日方的面子上過不去等等有的沒的，而且對統一來說這就老步數他當初跟家樂福法國家樂福合作的時候是持有多少股份？40%，然後2023年就說全收購就收購了所以統一沒有差，你知道他先進去了，然後就慢慢再收購就可以。而且統一這個操作也側面印證了我們之前這支影片講的，統一想要入侵你的方方面面。那現在這個收購案完成之後，頂級超市就會變成統一的形狀了。我知道你要講什麼，你要說你又不去頂級超市但你仔細想一想，流行不就是这樣嗎？你看時裝周那些巴黎、米蘭的走秀的衣服這誰真的是穿出門是穿那樣？你不會我也不會。可是過了1季2季，那些版型、那些剪裁、那些配色，就會慢慢出現在 Zara 出現在 Uniqlo， 然後最後變成你衣櫃那件 T 恤。頂級超市這也是一樣的邏輯。今天 Lopia 在賣什麼？日本和牛，對不對？進口海鮮你會覺得跟我沒關係，但是它的選品、它的包裝、它的定價邏輯，這些東西就會慢慢往下滲透到一般超市。
然後再到家樂福，最後變成你家樓下 7 那個應該就看得到了啦，149塊和牛便當。所以統一這步棋不只是買下一間頂級超市，他買下什麼是未來會流行什麼的決定權啊。和牛這麼受歡迎，那帝王蟹也沒有和牛那麼受歡迎。那這個目前把和牛這張牌打得最好的就是 Lopia， 還有機會把它買下來就要上了。至於我們這些平民百姓被拿捏，那個遲早的事啊。講完了，最後我們來討論一下，說我們可以學到什麼。不要說看完這支影片什麼都忘記了，我幫你收斂一下，說這個案例啊，最值得我們帶走的東西是什麼？好，來，第一個就是範疇經濟 （economies of scope）。那這個是經濟學的專有名詞，指的是同時經營多項相關業務的成本優勢比個別經營低。你看他的新聞稿是這樣寫，物流成本嘛。例如統一集团，它現在有什麼？有超商、有超市、有量販、有頂級超市、有藥妝、有餐飲，還有棒球場，對不對？每一個通路都可以互相協助、互相導流啊！再不濟，至少物流系統、中央廚房、會員資料等等，這些都可以共用。那就像我們前面舉的例子 ，Lopia 進來後，它可以把效期快要到的肉直接就送進 7 的中央廚房，變成和牛便當，這樣把它賣出去。那可以賣到超過100元哦，這很合理，因為它是和牛啊。那在商業的意義上是點石成金啊，是資源的更高效利用啦。對 Lopia 來說，這一塊明天就必須要打折出清的肉，就會變成報廢品，就要認列虧損了。那對統一來說，你那個和牛你先不要丟好不好？那個原料那麼好，我把它弄成和牛便當一定很受歡迎哦。那對於統一來說，那個便當原料啊，它是業績啊，是毛利啊，這中間的價差就是透過範疇經濟能夠突然憑空賺到的錢。好，那這對我們這種中小企業老闆的啟示是什麼？就是你不用做到統一這個規模才能玩這個遊戲，你知道嗎？剛剛被我講好像說沒有那個財團才有辦法玩你可以用同樣的邏輯來整理你自己手上的資源，你盤點一下你手上的資源，那你問自己一個問題：我這個事業裡面有沒有什麼是對我來說沒有價值，但是對其他人來說很有價值的東西？比方說假設你2代你接班了，所以你家的那個工廠啊或是公司啊，在運送物流上的合約，那都你爸爸那一代簽的，你看看那個價格就超級便宜無敵便宜的你就當做這是自然而然的事。結果現在有旁邊的這個企業，它的物流成本就是比你高，你們就可以合作，對不對？那當然就是看怎麼合作比方說那都變成你來幫他運貨跑你這一單然後他額外要給你多少錢就這樣只要找得到一個，你就找到屬於自己的範疇經濟了範疇經濟非常的多，這個就要是業內深度了解自己的事業才找得出來，才點得出來的東西。而且我還有一個心得，就是多跟外面聊聊天。在一個產業會越來越封閉，你怎樣看都是這個產業裡面的事情多跟外面聊聊天。如果有那個什麼朋友邀約啊，有一些生意人的場合那是可以去的去聽一下別的行業在討論什麼東西對這個拓展視野有沒有用先不說嘛，對拓展視野都很有幫助。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這邊，我後面再講八卦，也歡迎你底下留言分享，你認為統一入股以後大家還會去 Lopia 嗎？按你的留言我是都會看然後我這個頻道有開通 YouTube 的頻道會員功能，我就直接要請你直接刷信用卡來支持我了，讓我可以投入更多的錢跟時間，把節目做得更好，把商業世界中人家做生意的成功之處失敗之處我都拆解給你看。失敗我們就避坑嘛，成功我們就模仿嘛。電商偷你城幫你做功課系列，值得你加入頻道會員。祝你生意興隆，祝你開車在外都剛好找得到停車位。講八卦。第一個八卦 ，Lopia 的發跡歷史就突然來台灣，然後就這麼紅然後大家都很愛逛這樣。好 ，Lopia 的發跡它是起源於1971年日本神奈川縣藤澤市的一個小型肉鋪那原名叫做肉之寶屋肉的寶藏啦肉之寶屋就好像一個寶箱裡面全部都裝肉這樣。那它的名稱怎麼來是 Low Price 烏托邦低價烏托邦這3個單字去組合而成的。那核心精神是什麼？就是以肉鋪的專業提供物美價廉的頂級食材，並且將超市打造得像遊樂園，所以它就是低價。你看 Low Price 對不對？然後它一開始就是賣肉的，對，賣肉。對講它賣肉好像沒什麼錯。那在台灣會紅，也是因為它的肉品質好，便宜又大碗嘛被大家戲稱為肉皮啊就吃肉的肉，肉皮啊
肉皮啊，那大家去肉皮啊，大概都是衝着和牛去買的嘛。不管是你要做火鍋，還是燒肉，還是煎牛排，反正你買那個不會錯，你知道。大家聚會，然後這肉皮啊的 OK 哦。那打造成遊樂園，這個也是很有趣，就是它天花板都會架設軌道，哦，讓小火車那邊跑來跑去，全店巡迴這樣。日本人好像很喜歡這樣。哦，到日本旅遊的時候，很多那個餐飲啊，它也都是會跑小火車，小朋友會很喜歡。第二個八卦，高雄漢神本館要開 Lopia Premium 哦，這個新品牌是 Lopia Premium， 是 Lopia 的升級版哦，就更精品、更貴就對了。哦，是依據漢神百貨國際精品百貨的定位哦，然後跟消費者需求所量身打造的全新店面哦，店面會升級，它裡頭銷售的商品也會升級，而且它是全球首店，預計在2026的 Q3 在漢神百貨就會正式登場了。對啊，哦，那這個要講一下哦，就是這一次統一的股權交易，我個人認為應該不會影響展店計劃。Q3 呢，馬上就要到了呢。這間 Lopia 的升級版哦，而且是全球首店，日本自己都沒有哦。然後來台灣開的第一店也不是在台北市天母哦，而是開在高雄啊。好，南高雄的漢神本館哦，不是北高雄的漢神巨蛋哦。漢神本館是跟漢來飯店開在一起的，這個在南高雄哦，不要走錯。因為講到高雄漢神，未看先猜預設，腦內浮現的都是漢神巨蛋，不是哦，它是開在本館這邊。好，那我個人認為這沒啥問題。為什麼？因為它對面真的是走路的對面哦，就走過去就好，就是豪宅案哦，有3大棟的豪宅案哦，豪宅案國宴。當然啦，這個高雄的豪宅現在是4000萬，4000萬在新北、台北好像買不到什麼東西哦，但是在中南部豪宅現在就4000萬以上了。國宴，那這個陳時中都有買哦，賣掉還被罵炒房嘛哦，那這也是南高雄哦，消費能力目前哦相當強勁的地區，也很符合貴婦的需要，所以。就走路就可以到 Lopia 升級版了，很不錯啊！我相信它營業額不會差的，因為漢神本館本來就是貴婦在逛的，它人超少的哦，少到你會覺得說，哇，這個百貨公司這個生意這樣行嗎？哦，它都賣精品，它的營業額也是誇張的高。高雄百貨2025營業額排名前3名，分別是第1名是漢神巨蛋哦185億，第2名是夢時代174億，第3就是這個漢神本館114億。它也是個100億的百貨公司呢，哦，所以消費力不需要再冒險去驗證了。Q3 就要開，我要再帶我媽去逛，看看它的評價如何，是不是像 Lopia 總經理說的那樣，南部人只買打折與特價？怎麼會有這種言上的言論呢？你去看他的脆，很酷哦。唐總經理還日本人結果一直滑脆啊，一直海巡啊，還常常發文，一天要發好幾次哦。一天的話，我算下來大概有7、8折吧。你現在去看都有，他平常就是在幫自己的 Lopia 的一些特價品打廣告哦，然後偶爾就會突然抒發心情，然後底下酸民就進攻了。結果現在統一入股以後，我跟你說這個賬號變安靜哦，然後他自己本人還發文說7月31號他就要刪除賬號，玩脆玩到玻璃心整個破碎哦，而且很明顯出現了小編欠人捉刀的情況。一天還是會po好幾折啦，但是那個講話很明顯有經過人家潤飾哦，不然他以前講話是真的猛，不被炎上就是奇蹟的那種，非常精彩。你去脆上輸入 Lopia 你就看得到了，然後隨便講幾個我用比較中性的描述去講，不然到時候我也被告。第一個就是說高雄統一夢時代的顧客，他有配圖他會去巡店然後配圖。高雄統一夢時代的顧客們意外的相當挑剔OK 好。那網友就可以把它解讀成南部人就是只買特價，只貪小便宜然後就炎上了你看不起我南部人是怎麼樣然後就被進攻。然後第二個就是台灣的香腸工廠品質他也沒講什麼，網友就解讀成說，所以我們台灣的香腸工廠都做不出符合 Lopia 標準的是嗎？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們台灣的工廠炎上。然後還有之前的低薪風波嘛然後還有網友留言說煩死了，什麼什麼台灣人沒幹嘛，就是我們滑脆的時候，滑脆你想說會是很正式的場合嘛，我們講幹話或什麼就給他溜出去了嘛，就這樣。脆的演算法就是要你吵架所以那個網友又看到那個總經理在發言他就不爽，他底下就留言煩死了怎樣怎樣，就總經理直接回他真的原話你去看他的脆還不錯，他不是寫日文那他會用很奇怪的翻譯軟体去翻譯，原汁原味哇，很好看。好，那他寫說，請您，這個是總經理直接回的原話我沒有改動
也請您留意之後的發言內容。對於惡意留言，本公司法務部門以及顧問律師將會開始進行相關確認與處理，還請您務必注意，謝謝。猛，留個煩死了，然後法務部門就要啟動，結果是怎樣？就一時激起千層浪啊，引來眾多勇士，通通都衝去留言煩死了，我就要煩死你這樣。哦，只能說網絡時代，總經理、日商總經理這種以前位居高位的人物啊，哦，那現在他自己手上的手機就可以直接面對第一線顧客的聲音，真的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嘛，對不對？喜的地方是，哎呀，我們小人物的聲音不會被過濾掉，我發個說我還可以艾特他嘞。他還真的會來看呢哦。那一則以憂是什麼？就是你看，就變成如果沒有一個公關團隊去幫他把關，或是什麼，或者他本人不夠熟悉網絡什麼迷因啊、梗圖啊、網絡流行文化的話，就變成到處放火哦。這是另外一個議題啦，不是今天的主題，所以我就不討論。然後去看了，真的，你去看他的脆啊，看他的脆很辛苦啊，就是他講話就一直點哦，點。講一句話，他結尾都用點，而那個點不止3個點，因為點很長，這樣哦，就用這種方式結尾，而且敘述上，你去讀那個文字，你就會感覺到充滿情勒的感覺，情緒勒索啊，然後動不動就把那個台日友好神主牌就端出來，哦，這很日本人的發言啊，真的很有趣。趁他賬號還沒關哦，你也趕快去鬧他，不，趕快去朝聖一下。